你是不是每天都在喊沒時間，但回頭一看，除了回不完的 LINE、開不完的廢會和滑不到底的短影音，你到底為自己活過哪1分鐘？我們總覺得生命短到像是一場還沒看清風景就進隧道的火車，但你有沒有想過，其實你不是活得太短，而是你的命正被那些你根本不在乎的人當成墊腳石一塊一塊的偷走。2000多年前的斯多葛大師塞內卡要像個嚴厲的教練一樣，直接甩你一個耳光，別再說沒時間了，你只是荒廢的太多。這支影片是寫給現代人的時間駭客手冊，我會教你如何精準識別那些吃掉你生命的垃圾時間，幫你從碎片化的時代奪回生活的主權，把命從這瘋狂的世界手中搶回來。Welcome to Origin Vance。嗨，最近好嗎？我是 OV， 帶你用游俠之眼看穿世界。歡迎來到 OV 的原力游俠之旅頻道。說真的，活在2026年，最讓我們崩潰的，往往不是心情不好，而是那種時間永遠都不夠用的窒息感，對吧？你是不是也這樣？每天一睜開眼就被無數的通知轟炸，忙到半夜才發現，除了回訊息、開那些不知道在幹嘛的會，自己真正想做的事情進度根本是0。我們總覺得人生好短，短到像是一場還沒看清窗外風景就直接開進黑暗隧道的火車。所以啦，在今天這場解析裡，我們就要來徹底拆解這個現代人的終極痛點。你看這句話，這是2000多年前的羅馬哲學家斯多葛學派大師塞內卡說的，他簡直可以說是人類史上第一位時間管理教父。這家伙曾經是羅馬皇帝的老師哦，見識過這世界上最極致的奢華跟權力。在他的經典著作《論生命之短促》裡面，他可以說是直接賞了全人類一個超級響亮的耳光。他說，並不是我們擁有的生命太短促，而是我們荒廢的太多。這句話夠狠吧？如果你也覺得自己每天瞎忙卻一事無成，那這份來自古代的時間駭客手冊絕對能一巴掌把你從沒時間的幻覺中打醒。好，我們馬上進入第1章，時間的口袋竊賊，到底是誰在偷你的命？準備好嘍，我們要來揭開人類在衡量自我資產的時候最虛偽也最矛盾的一面。你仔細想想，這其實是個超荒謬的邏輯哦。當我們面對實體財產，像是金錢啊、土地的時候，我們會怎麼做？我們絕對是架起鐵絲網，設下超複雜的密碼。要是今天有人敢動你的銀行賬戶，你絕對會跟他拼命，對吧？可是呢，面對時間這項我們唯一而且絕對不可再生的生命資產時，我們卻大方的像個聖人一樣。只要有人開口，不管是那種冗長又沒結論的會議，還是根本不熟的朋友找你倒垃圾抱怨，我們居然都雙手奉上。我們拿命去守護銀行存款，卻讓陌生人隨便把我們的生命餘額給提領光，這難道不荒唐嗎？講到這裡真的是太貼切了。其實關鍵根本就不在於科技。你看，現在是2026年，你手上有着超高速的6G 網絡，但你拿它來幹嘛？你拿來載入一堆毫無營養的廢片，或者在那邊滑了2個小時，卻根本記不起來看了什麼的短影音。我跟你說，如果塞內可活在現代，他一定會指着你的熒幕使用時間說：兄弟，你不是沒時間，你根本就是個時間大怨種啊，是一個時間吸血鬼的最完美宿主。所以了，科技真的不是問題，我們對自己的生命缺乏邊界感，這才是最致命的傷。接着來到第2章，瞎忙的白痴，我們到底該怎麼去辨識生活中的垃圾時間呢？塞內卡把這群人稱作被佔據的怪胎。你看這個對比，真的是跨越2000年的神準打臉。古代羅馬人為了所謂的社交面子，去參加那種冗長又無聊的宴會。換作2026年的我們呢？我們是陷入那種滑不到底的 Threads 爭論，或者是去參加根本沒意義的應酬。古人追求羅馬論壇上的虛榮讚美，我們現代人呢，為了 Instagram 上的幾個愛心跟身份焦慮，在那邊修圖修到大半夜。不過最可怕的其實是延後的生存。羅馬人幻想着50歲退休之後再去享受生活。而我們現在永遠都在說，等我存夠錢，我再去做自己想做的事。你不覺得很扯嗎？
人類換了科技裝備，但瞎忙的本質竟然一點都沒變。這就帶我們來到了第3章，延後的代價。這絕對是很多人最致命的習慣，就是在跟死神簽空頭支票。在面對殘酷的真相之前，我們來輕鬆一下，看看這個橘貓的斯多葛智慧。哈哈，聽起來很逗趣，對吧？但其實這背後的哲理超級深奧。我們最常犯的錯誤，就是把真實的生活一直往後推。塞內卡其實就是在冷笑着問我們：你憑什麼保證你還有明天吶？你把你最珍貴的靈魂餘額全部壓在一個你根本無法控制的未來，這不是愚蠢是什麼？說真的，我們必須像這隻橘貓一樣，完完全全的活在此時此刻，因為只有現在打在你身上的陽光，才是真正屬於你的。現在，請大家深呼吸，聽聽塞內卡對我們發出的靈魂拷問。他說：把你的職稱剝掉，把你對別人的任務剝掉，把你為了討好這個世界而做的那些表面功夫全部剝掉。你算算看，你還剩下多少時間是留給純粹的你自己的哦？好好停下來想一想哦。如果你的答案是0或者少得可憐的話，那麼朋友，我必須很殘酷地警告你，你現在根本不是在活着，你只不過是在扮演別人夢想的墊腳石，你正在被無情的消耗當中。好了，震撼教育結束啦，讓我們轉換一下心情，進入第4章實戰指南。我們不只要懂哲學，更要直接拿回生命的主權。這是我們今天要帶走的2026時間駭客生存計劃。很簡單明了的3個步驟，我強烈建議你現在就在腦海裡把它咔嚓一聲截圖存下來。步驟1，預演不幸；步驟2，建立安靜的城堡；步驟3，拒絕瑣事。好，我們一步一步來看這幾個外掛到底要怎麼開。第一步非常有意思，叫做預演不幸。聽起來好像有點負面，其實剛好完全相反。它的具體做法是這樣的：每天早上你剛醒來的時候，花個1分鐘去想象，如果這是我活在世上的最後1周，我還會去開那個無聊透頂的會嗎？我還會因為網絡上某個酸民的留言，在那邊氣一整天嗎？絕對不會嘛！當你把死亡當成你人生的濾鏡，大方承認時間就是有限，就是稀缺的，你會發現，哇，這簡直是終極的駭客技術，它可以瞬間幫你自動過濾掉生活中90%那些毫無意義的任務跟情緒消耗。接着我們來看第2步和第3步，建立安靜的城堡。意思就是每天硬性規定給自己1個小時的斷網時間去讀經典，這其實是最高級的時間套利哦。你想想，你用1個小時就把別人花一輩子領悟的智慧借過來變成你的，這超划算吧？同時呢，你必須學會拒絕瑣事，你要保護你的閒暇時間，就像保護銀行金庫一樣嚴密。面對那些不合理的要求，優雅地跟對方說不。這絕對是我們自我保護最必要的一步。好，走過剛剛那一趟思想的旅程，現在讓我們進入最後的重點 ，OV 的個人心得總結。我想幫大家把這場解說的核心精華收攏一下，請務必記住，你的生命是用來存在的，它絕對不僅僅是用來交換每個月的薪水，或是去滿足別人的期待。什麼叫真正的長壽？它不是看你活了70歲還是80歲，而是看你到底清醒地擁有了多少個瞬間。所以從今天開始，我們不要再抱怨時間不夠用了，開始對你自己的時間感到自私一點吧，去徹底改變你跟自己存在之間的關係，奪回你的主權，去真正地、痛快地揮霍那些只屬於你的秒數。在我們結束之前，我想要你問自己一個能帶來深刻啟發的問題，就當作是昨天的時間合掌。回顧昨天，有哪一個小時是你覺得完全被浪費在別人的意志上的？如果今天你要強行把這1個小時給搶回來，你打算拿它來做哪一件真正能滋養你靈魂的事情？請好好思考一下這個問題，把屬於你的時間贏回來。原理游俠之旅不只是我們的旅程，更是我們的歸宿。訂閱、按讚、開啟小鈴鐺，加入我們共同的會員，超級感謝！
我們在一起冒險體驗這個世界。我是 OV， 期待看到你的留言回饋。朋友，我們下一場旅程見，期待與你相見。最後我想跟大家說，看到影片的你是我們的友善夥伴。